如果只用一个动作代表迈克尔·杰克逊，很多人会选太空步。如果只用一个物件代表他，可能是一顶黑色礼帽或者一只白手套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些东西一出现，我们的大脑就自动补出他的名字？这才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。他不是只留下了一个舞步，也不是只留下了几首金曲。他把声音、身体、镜头、电视和商业工业接成了一套可复制、可传播、可被全世界模仿的表演系统。所以这支视频不想把它讲成神，也不想把它压扁成八卦。我们要拆开看，一个孩子怎样被工业训练成巨星，一个巨星又怎样被时代放大成符号。很多人问迈克尔·杰克逊为什么那么火，最偷懒的答案是因为他唱跳俱佳。但这句话太轻了，唱得好的人很多，跳得好的人也很多。真正稀缺的是，他能把每个环节都压到同一套节奏里。声音不是单独的声音，舞蹈不是单独的舞蹈，镜头也不是旁边负责记录的机器。在他的表演里，呼吸、停顿、肩膀、脚尖、灯光、剪辑和观众尖叫像同一首歌的不同声部。这就是他的核心竞争力，不是某一项满分，而是各项能力互相放大。但这套系统不是忽然出现的，它的起点是一个很早就进入职业舞台的孩子。杰克逊舞不是几个孩子在家里随便唱出了名，他们进入的是磨成体系、排练、巡演、电视曝光、榜单竞争，还有对观众反应的长期训练。对一个儿童来说，这当然残酷。镜头来了要笑，节拍不能乱，走位不能错，疲惫也不能让表演塌掉。所以讲他的童年，最危险的是把痛苦浪漫化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天赋很早就被放进了生产线。这让他获得了极强的舞台直觉，也让他几乎没有真正离开过聚光灯。后来那个全球巨星身体里一直留着这个童星时代的训练痕迹。只看舞蹈会漏掉他的一半，因为迈克尔·杰克逊的声音本身就很像舞蹈。他唱歌时的呼吸、短促喊声、停顿和拟声不只是装饰，他们像鼓点旁边突然弹出来的小鼓，让节奏变得更有弹性。很多时候，你还没来得及分析旋律，身体已经先被他推了一下。Off the Wall 和斯瑞勒的关键也不只是旋律好听，他们把 R&B、Funk、Disco、Rock 和流行副歌放到同一条身体逻辑里。当然，这不是单人神话。昆西、琼斯、乐手、录音师、编曲者和整个制作系统都参与了这种声音结构。更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，天才要进入系统，系统也要被天才点燃。现在回到太空步，它为什么这么迷人？不是因为人真的摆脱了物理定律，它真正骗过大脑的地方是身体给出了两个相反的信号。一只脚抬起脚跟，像是在准备往前走，另一只脚贴地向后滑。于是你看到的不是简单后退，而是想前进却被拉回去的幻觉。再加上笔直的身体线条，突然停顿，重心控制和舞台灯光，幻觉被放大成奇观。但必须说清楚，类似 backslide 的动作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。他的贡献不是凭空发明，而是重新组织、命名、打磨，并把它送进全球电视记忆。1983年的魔城25让这个动作从舞者技巧变成大众文化的共同暗号。谁发明不一定决定命运，谁让全世界记住才改变传播。迈克尔·杰克逊也没有发明音乐录像，但他显著改变了大众对音乐录像的期待。在他之前，很多音乐录像主要是给歌曲服务。到他这里，歌曲、舞蹈、服装、故事、摄影、特效和电视播出开始变成一个整体产品。一首歌不只被听见，还要被看见、被模仿、被新闻讨论。
斯瑞勒的音乐录像接近14分钟，由 John Landis 执导。2009年，他进入美国国家电影登记表。这件事重要，不是因为它是第一支音乐录像，而是因为它证明流行音乐影像可以被当作文化遗产保存。从那以后，顶级流行歌手不能只教一首歌，还要教一套视觉世界。今天很多舞台、MV、短视频挑战和巡演视觉仍在使用这套逻辑。还有一个容易被中文视频轻轻带过的问题，他首先是一个黑人艺人。他不是从真空里变成全球明星的，他是在美国娱乐工业、电视工业和种族观看结构里被看见、被消费，也被审视的。所以，谈他的 MTV 时代影响，不能简单说他一个人终结了所有门槛。更稳妥的说法是，他的作品显著扩大了黑人流行巨星在主流音乐电视中的能见度。后来围绕他肤色、外貌、声音和身体的讨论也不只是私人八卦，他们反映了公众如何观看一个被全球符号化的黑人身体。这一层如果不讲，迈克尔·杰克逊就会被误读成一个抽象的天王。可他不是抽象符号，他是在具体历史里走出来的人。超级明星看起来像拥有一切，但越大的系统，越不只是掌声。专辑、巡演、广告、版权、媒体报道、家庭关系、财务安排和法律事务会一起缠上来。中文观众常问，他为什么后来争议那么多？为什么财富、身体和舆论都变得复杂？一个答案是，当一个人变成全球符号，他就不再只属于自己。媒体会放大他的创造力，也会放大他的脸、皮肤、童年、消费、交友和每一次沉默。所以讨论他不该只在封神和塌房之间二选一。更成熟的看法是，承认艺术影响，也承认公共争议真实存在。这不是替任何人洗白，也不是抢在证据前定罪，而是拒绝把一个复杂人物剪成爽文。讲到法律争议，必须慢一点。1993年，他受到一名未成年人性侵指控，他否认指控。相关民事诉讼在1994年和解，刑事调查未导致起诉。2005年，加州陪审团对相关刑事指控作出全部无罪裁决。这表示控方没有在刑事标准下排除合理怀疑，但它也不等于让所有历史争议自动消失。反过来，指控、纪录片陈述和网络转述也不能在没有最终裁判时写成既定事实。2019年后的纪录片陈述和后续民事诉讼仍属于其遗产讨论的一部分。本片不替观众下超出证据范围的法律结论，我们只保留一个问题：当艺术遗产和公共争议纠缠在一起，观众该怎样诚实地面对它？所以，迈克尔·杰克逊到底改变了什么？不是某一个舞步，不是某一件衣服，也不是某一个销量数字。它改变的是流行音乐被生产、观看和记住的方式。一首歌可以是声音，也可以是身体；可以是电视事件，也可以是全球模仿；可以被耳朵记住，也可以被眼睛和肌肉记住。这就是为什么一顶礼帽、一只手套、一个向后滑的轮廓仍然能让人立刻想起它，因为它把自己变成了一套符号系统，而这套系统至今还在流行文化里运转。主要资料参考包括 Library of Congress、Grammy、Rock 与 Roll Hall of Fame， 也包括 Britannica、RIA、Time 以及可靠新闻和法律报道。中文社区内容仅用于判断观众关心的问题，不作为事实依据。本片使用原创动态图形与生成式插画，不使用原曲、MV 或未经授权照片。